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把自己看得有点太轻，把自己看得蛮透明的，因为不自信，会觉得自己不够值得。幸运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可以中乐透？为什么我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当别人真的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过，就来自于你不是不够珍惜。我觉得也许他感受到的是压力，也许他会觉得我又不值得被爱。我们从小就太常去符合做到别人对我们的期待，老师觉得你该读书高分，家长希望你听话。情侣之间，他希望你因为他改变。走在路上，你当然要当一个好的路人，那你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可是有时候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我为了得到什么？我能证明什么？当别人没有给你掌声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社会最现实、最直白、最残酷的东西。可是我后来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转念，是来自于还是要去试着去肯定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哪怕只有一点点。当你开始很悲观的时候，真的你去想一下，其实你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差，只不过你把外界的要求看得太高了。Hello， 新事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康仁。其实我觉得罗良他是一个我演过心理层面应该是最复杂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很自虐的一个人，他在试炼着所有靠近他的人，因为他曾经受过伤，而且他还不愿意让自己伤口愈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病态的人。我自己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单纯的只是想要虐待对方，他想要把对方拉进他的泥沼当中，跟他一起过非常痛苦的生活。我觉得导演把这个剧本递给我，那爱妻把这个剧本递给我，我很慎重吧。我都会觉得每一场戏好像都必须要非常的了解这一句话背后的动机才去演。那如果我不了解这个动机，好像用以往的表演经验跟态度去面对危险关系罗良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会是不是我小看了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加太多设计的动作，反而是多跟导演聊了小时候的故事。我们小时候到底是如何成长？那长大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个小时候的伤害真的要这么大吗？比如说，我们跟导演讨论，他姐姐到底怎么了？原先的剧本是很模糊的，导演希望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是对我来说，当一个背叛被无限放大的话，罗良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可能会选择放手，因为他放手的时候他就不会痛。你是不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残酷的、很残忍的一个做法？这个我们在很多励志或是那种谈论爱情的那种，一些文章里面都会类似看过啊，相辅相成啊，各自成长啊，各自扶持啊，甚至是，你退一步我进一步，或是各退一步，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亲密关系我们并不是打从娘胎出生我们就会的。我们会的东西来自于我们看到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之所以会说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也许是从父母之间的相处学习而来。那对于我来说，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你的确是对于亲密关系有一种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桥梁，会觉得为何会有人会这么理所当然的爱上你？有人全然的付出，你对于那个全然的付出是有容易打点点点，不至于是问号。那你会觉得哇，原来你可以有些爱一个人可以爱得这么深，爱得这么没有理由，对于关系会有很多不理解，甚至是没有安全感。我好像没有体验纯纯的爱，就跳到了成年以后，可能小时候因为你要一直打工嘛，那时候也是懵懵懂懂。那我就是可能下了课就是一个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可是我又说对不起，我今天要打工，
我明天要打工，因为每打一天工，我就知道我又多了几百块收入嘛。对，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更踏实，因为我在担心的是我的学费啊，我的学费还没有存够。对，后来其实也是在30几岁的时候有思考过，哦，原来那时候是不带有期望的，那是不断的在每一次恋爱当中会去审视自己，因为不自信，会觉得自己不够值得。当别人真的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过，就来自于你不是不够珍惜。我觉得有时候常会碰到一些人说，哦，他不珍惜别人的感情啊，但其实在某个层面上来讲，分析那些情感上，他也许他感受到的是压力，也许他会觉得我又不值得被爱，或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危险的。那如果我真的爱上你，就很像是罗梁，只不过罗梁放大了100倍，就是如果我不考验你，我怎么知道这段爱情、这段关系可以成为多长久？只是他用了一个很病态、扭曲的方式，他就是要把它捏成觉得跟他匹配的样子。只不过那个过程是想不到是这么的残忍，这么的自私。不会，从来没有觉得孤独，反而变成是一种习惯，自我的成长变成是一种习惯。因为小时候就知道家庭状况不是那么好，爸妈的感情不好，因为他们也是拖着很久才离婚嘛，那所以你就会觉得到底在干嘛，就有点。可是后来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也塑造了现在的我。还好有个爷爷在，因为爷爷帮忙带着我们长大，这是一个我人生中最觉得庆幸的事情。因为有爷爷的存在，拉住了我跟我哥哥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有对家、对于彼此之间的一个相处。就因为小时候爸妈不在家，我跟我哥哥跟爷爷都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那我是头朝他们的脚，所以我闻我哥哥的脚味，其实闻了蛮多年，还有我爷爷的味道。我打过很多工，真的数一数，我的手指头数了2轮3轮以后还可以继续数下去。中餐厅就有好多种，然后中餐厅有内场外场，西餐厅也有，牛排馆也有，咖啡店也有，泡沫红茶也有。我也做过盖房子啊。现在回想，以前真的蛮危险，做工一定会被钉子划到嘛，一定会踩到钉子嘛，它就直接卡在了你的脚底板，你要想办法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不痛的，而且拔出来有趣的是说，那种血不是唰，不是，是像是一个小便神童，就突然好像有人小便，就是那个压力，咻，他的血压会一开始很远，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用低的。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辛苦，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赚钱，那我的生活更自由一点。我很想要勾出我没自信这个事情。讲一点吧，就是从小最爱哭的是我一定是最先哭的。我一委屈我就哭了，可是我长大以后我不哭了，这也是最特别的，就是我会因为漫画的情节哭，我会因为感动的电影哭，我会因为宠物过世或是宠物受到了不好的对待我会哭，可是因为自己的事情，我几乎很难让我掉泪，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了一个，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没自信的，然后那个没自信会驱使我不断的努力去，像我以前演那么多不同的戏，其实就是你正面的想，就是你不断的挑战啊，不断的，其实骨子里是想要去填补那一块。其实我也觉得我好像不太会演我也不是科班的，我也不是，是不是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才能跟上别人的脚步？那些经历化成是一种技巧吧，能量吧，那你就可以开始不断的否定自己，每拍一部否定到最后，似乎从当中学习到了一点什么，甚至是拿了一些奖项，你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你被时代接住了，时代接住了你，然后刚好你有努力，然后刚好你被看到，再加上一点点的沉淀吧。就没自信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很清楚自己在哪一方面没自信，但不代表在工作上是一个没自信的。那种没自信是来自于可能对于不足的一个要求，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够，
那个不够，就是往好方面想，就是不会感觉到自满。这只是一个问题，但不会困扰我。但你接下来我会马上问自己第二个问题：你要怎么让人家觉得选你是好的？那第三个问题就变成：那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比如说，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出现，那是我的舒适区。那换了一个环境，对我来说绝对不是有太多强项跟好处，口条又没好，普通话也说不好，那方言还要学，那你一定要很慎重的，不要带着侥幸的心态去诠释或得到一个角色。就是为什么是你？对我来说，我自己就会问过我自己心里一遍，我非常清楚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那既然不会，那我就必须要能够跟导演有交代。那不会的，我当然会没自信了。所以其实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作品你不够瘦，那你就努力让自己瘦。所以我才说把自己丢进去很重要。那丢进去你也不会知道得到什么结果，可是你至少你要做。小时候就臭屁，以前30出头岁你就觉得，这个角色给我吧，我一定会站上生长台的。但是其实心里知道自己是不足的。可是有时候你不豁出去，你怎么有机会可以办得到？你明知道自己可能还是不行，但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不行？对啊，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勇敢去做，大过于会失败或你不断否定自己。没错，那是你自己可能谦虚了。可是，在那一次又一次的过程，你持续演就没事了。但我很庆幸我拍了《危险关系》，我也很谢谢团队信任。真的，一切的一切就这样，然后拍出了《危险关系》。我好像有一阵子，就是被访问的时候，其实是蛮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把自己看得有点太轻，因为世界就这么大，我们就这么小。你看我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其实都是没有在想后路的。我不知道我瘦可以瘦到多瘦，我不知道我胖可以胖到多胖，就是想让自己尝试一个不同的面貌，不靠化妆，不靠特效，因为没有钱可以特效，你就试着看自己可以多瘦。胖也是，你看看自己胖起来可不可爱了。对，所以那时候吃到90几公斤，跟吃到50公斤，就是尝试了，就是没那么看重自己，怎么会爱惜自己呢？对，那我在学习，好好的爱自己，因为我知道有爱我的人，所以我也在学习。我们从小就太常去符合做到别人对我们的期待，老师觉得你该读书高分，家长希望你听话，情侣之间他希望你因为他改变。走在路上，你当然要当一个好的路人，那你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要有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等等，一切的归宿，甚至是束缚，有时候是不是需要放自己一马？人的压力是无形的，很容易让自己喘不过气来，而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因为我之前的观念背负了太多别人的眼光跟别人的看法，就哪怕别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期许，我也把我想象中的期许当作转化成是自己的动力，那个推动着我不断的让自己更好。可是有时候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我为了得到什么，我能证明什么？但其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当别人没有给你掌声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社会最现实、最直白、最残酷的东西。可是我后来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转念，是来自于还是要去试着去肯定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哪怕只有一点点。你拍了很棒的照片 ，OK， 你修图很厉害 ，Good， 就是你做的再小的事情都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哪怕你的一点点善良，哪怕你去帮
一个老奶奶过电梯，你跟她说了一句问好。当你开始很悲观的时候，真的你去想一下，其实你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差，只不过你把外界的要求看得太高。你学习去肯定自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也是到后来快到40以前，我才慢慢的去学习，才会让自己的步调不这么的快，甚至是最后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比我努力的演员太多。这1-2年来大陆演戏，我觉得更深深刻刻的体现这句话：大家都是科班，大家都是有理想有抱负，为什么你演得到，我不行？这一切的为什么就变成没有为什么。我接触到的每一个演员，我都觉得他们特别能演。面对到那样的演员，有时候我在看戏的时候，我觉得荧幕很诚实嘛。你看到一个客串的演员，他只有一场戏，可是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他会的，好像他会的全部都演了一遍。像这种事，我就特别欣赏。你可以理解吗？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明明就是来客串，他可能拿到的剧本不过就是那一页，他都不知前因后果，观众可能不清楚。当一个角色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可能拿不到全部的剧本，就只是叫他演一个失忆酒醉的丈夫，或是失忆酒醉的前男友，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把这场戏演完。如果他有表演的戏份，然后他又拿捏得很好，他就得分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得很大的分数，就是他做了他应该做，而且他也会做的事情。你不觉得他功德圆满吗？我对这种演员就真的是佩服得不得了。有时候摆烂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总好像就少了一点乐趣。我又不是我来演戏不是来打卡上下班的。我觉得如果演到后面我只是变成一个打卡上下班的演员，我自己会知道的。荧幕很诚实，看得到演员的生命力，看得到演员的真诚。不管你演得好不好，有没有技巧，但我总觉得荧幕之所以这么喜欢拍戏电影，因为你总会在荧幕里面看到你幻想中的画面。你可以当一个演员的时候，你演杀人犯，你演了补足你无限遐想的空间的内容。可是当你作为一个观众的时候，他补足了你在你人生当中亲情友情一切的一切。当你有产生某种共情的时候，他拉了你一把，让你流了眼泪，让你感觉到笑，感觉到哭，做了无限的释放。那是刚刚在讲观众。我作为一个演员，看到一个演员技巧没那么好，可是你知道他的眼泪是真诚的，只要能打动人都是好演员。我还是想要当一个动人的演员，哪怕技术不够好，那我就去练，哪怕我觉得，但是让自己的生活好玩，不要无聊，就持续的朝那个方向走。当你不在自己舒适圈的时候，其实你会的武器基本上都被拿掉了。我觉得或是看衰，或是大家觉得你不行啊，太对了，这么想就对了。可是有趣就有趣在，因为你可能不行，但是也许经过努力你可以。哇，这不就很有趣吗？因为机缘巧合，时代推着我走，那我刚好演了一些台湾影视作品的转型的东西，职人剧、类型剧。那直到知名度打开，被人看到，得到了一点肯定。我很清楚现在站在什么位置，我也很清楚现在如果有机会继续拍戏，你的珍惜应该要放在第一位。你先做了再说，对，让大家看到你。只是现在这个高效率、时间替换的时代，好像很多时候等不到你做了，大家就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个答案。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我觉得。我比较老派嘛，有时候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证明自己。这1-2年有很大的心境上的转变。当你放下一些没必要的包袱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感觉是很舒服，就是生活踏实一点，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吹毛求疵，不要骑驴找马。
其实有时候感受当下的一切其实蛮重要的，但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如果生活这么简单就好了，如果每次打麻将都会赢就好了，你也不可能永远赢，不会有人永远成功，你总是要输个几次，只是输的惨跟输的少而已。那输的惨也不代表这一切就结束了，那你总是还是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或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重新开始，重新出发。